嗨，大家好，我是 Casper， 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现在在的地方是台中高铁站。今天的主题非常特别，就是今年其实是我在荷兰第3年，现在是要回来台湾过年了。这支影片会分享的是呢，在荷兰工作的优点还有缺点。那如果你一直对在欧洲工作有兴趣，或是你准备在荷兰读书，或是你觉得你对台湾跟荷兰之间的文化差异感到好奇的话，这支影片会对你有所帮助。就先来说说优点好了。第一个，就很老套的增广见闻，虽然听起来是很老套的一个成语啊，但是其实在荷兰呢，你会跟非常多不同的种族还有文化的同事一起工作，并不是只有荷兰人而已哦。截至2022年啊，荷兰大概有20%的人口是外来的移民，很多在荷兰附近的国家，像是比利时啊、德国啊、英国啊，他们的人民会到荷兰读书之后就留下来工作了。除了这些邻近的国家以外，其实也有蛮多印度人或是中国人。那我自己是觉得啊，跟这些不同国家的同事一起工作啊，会激发出非常多不同的火花。自己是觉得我变得蛮多元，而且也非常的包容。在我说话之前呢，我要先想一下我接下来讲的话会不会无意之间冒犯到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的其他同事。那举个例子好了，在跟美国人工作的时候啊，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你不能够直接说我不同意你哦，就是你必须要先肯定他的想法，然后你要绕一大圈，然后才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跟荷兰人工作就是完全相反的哦。就算你不同意的人他是你的老板，或是你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大家都是直接在会议上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一点跟在台湾其实差非常非常的多。在台湾，如果你的老板在会议上说要往东走，就算所有人都觉得东是错的，也不会有人敢反对，对吧？因为只要你反对的话，就是你的烤鸡就爆了。但是在荷兰的话，他鼓励你举手发言，鼓励你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你不表达，反而会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会很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当然了，我会用尊重别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下一点就是在荷兰旁边的国家非常多，又超级近的，所以旅游就变得超级便宜又划算。这个频道其实是一个旅游的频道啊，其实这些花费啊，比在台湾旅游便宜非常的多。先讲机票好了，飞英国便宜的机票大概就是1000出头块。那附近的国家如果要飞机场的话，其实也是2-3小时，大概就2-3千块台币来回而已。那2-3千块其实比在北高铁来回还要便宜。而且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省钱，也不一定要搭飞机，你也可以开车或是搭巴士。但是我们去年去巴黎，我大概开车开6小时，加油大概加1桶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大部分在荷兰工作的人放假的话，都是去其他国家玩，因为他们的交通超便宜，而且住宿也便宜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最近旅馆住宿的价钱变超级无敌贵了，贵到太夸张了。除了这个价钱的考量以外，其实在欧洲有非常多历史的古迹或是美术作品。但是我跟小安就是我们还蛮常去看梵谷的画，也有去了米兰的教堂，或是看了巴黎铁塔、比萨斜塔，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五渔村，然后也有去葡萄牙看法朵。我觉得这些体验啊，给我带来的震撼真的是一辈子真的是永生难忘。下一个优点就是相对于台湾，荷兰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工作产业，像是农产畜牧业，还有金融产业。原因是因为荷兰是畜牧大国嘛，盛产去食跟乳制品，所以这些产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还有就是阿姆斯特丹啊，其实是欧洲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交易股票的概念呢，也是事先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产生的。大家想到荷兰，应该也会想到风车吧？原因是因为就是这边风很大，在荷兰风很大，那能源产业非常盛行，家家户户的太阳能板的安装率啊，也非常的高。还有下一个就是艺术与设计的产业。那在荷兰的美术啊，还有相关的设计系所，也就是超级知名、超级闻名的。在阿姆斯特丹还有鹿特丹啊，有非常多的博物馆以及展览，还有画廊。前几个月在我住的城市才刚刚举办完荷兰设计周，就是那一整个礼拜，那个城市的市中心就是塞满了现代设计的艺术作品。下一个优点啦，就是没有地缘政治的风险，这点应该是所有台湾人最担心的事情吧。在总统大选之后啊，就是 Google 移民的人变得超级多，原因就是大家担心中国打过来，所以有不少人想着要怎么离开台湾，去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下一个优点就是假期很多，在荷兰每年特休劳动法规定至少要20天，所以我自己周遭的朋友在不同产业至少都有30到40天的特休。荷兰政府也有规定，就是你雇主每年要
要支付假期的津贴给劳工，这个金额不定啊，大概是你年薪的8% 左右。你要休假，你也不用担心老板不给你休。这边的休假就是老板鼓励你要用完那些假期啊，因为这些每个劳工自己的权益。听起来好像30-40天特休很多，其实荷兰的国定假日超级少，一年大概就8天。下一个优点就是社会福利非常的好，这是优点，也是一个缺点，等等会讲。在荷兰的失业津贴啊，如果你被失业的话，其实你失业津贴可以领到一定比例的投保薪水，那最多还可以领3年，这就代表着你会有比较多充裕的时间跟收入找到下一份的工作。还有其他的津贴是儿童津贴，但是我没有小孩啊，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身为父母在荷兰可以拿多少钱。欢迎如果你在荷兰知道小孩今天可以拿多少钱的人，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补充一下。那接下来下一个优点就是尊重、友善、包容。前面提到的，在荷兰有非常多不同种族的人口嘛，自己是没有遇过种族歧视啊，但是也不能够说就一定不会有，因为我觉得树多必有枯枝，就是还是一定有相对少数的白痴。这3年，我觉得荷兰人对我以一个就是外来台湾人来说，非常的包容及友善。在外面买东西啊，或是看到路人跟邻居碰到面，都会稍微的尬聊一下。那最后一个优点就是语言，我觉得在海外工作啊，或是旅游，能够跟当地人沟通是一件超级无敌重要的事情。人是群居动物嘛，你一定会碰到需要跟人沟通的时候，像是你在点餐买东西啊，或是你买咖啡啊，或是你看医生好了，或是你遇到邻居不得不跟他尬聊一下好了，这些场合都需要你跟对方沟通。荷兰人英文非常的好，据统计啊，它是非英文为母语的国家当中英文最好的。大家看到我这个亚洲的脸孔，就会自动切换到英文，只要你把英文准备好就好，你不用再准备其他欧洲的语种。这对于就是在海外的人口来说是超级舒服的。我之前去意大利，然后或是还有去法国的时候啊，我想要跟店员聊天，但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用英文沟通，这真的超级可惜，没办法，因为他们的英文普及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也因为在荷兰的英文普及率太高了，这也导致我们没有什么动力去学荷兰文就是了。优点的地方就讲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缺点吧。第一个缺点就是离家远，这点我觉得是大部分在海外工作的人最终决定会回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目前就是1年回台湾1次嘛，就像是现在我过年回来了，每一次看到我家人的脸，都觉得他们的白头发怎么变得又更多了，身高变得更矮了，脸又变得更苍老了。当家里面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啊，其实我也很无力，因为我根本帮不上忙。接下来就是比较感性的时候了。我奶奶在3个月之前发生一场意外，然后她就很不幸的走掉了。那时候在住院的时候，就是病情恶化的非常的快。我没办法在医院见到他的最后一面，因为我在荷兰嘛，我只能够之后就是回来参加他的告别式懊悔。但是我非常感谢我的弟弟，就是他在医院帮我跟我奶奶视讯，让我可以好好跟我奶奶告别。现在我还是3不5时会想到我奶奶啊，因为从小我跟我弟啊都是靠我爷爷奶奶拉拔长大的。我发现就是我到荷兰之后啊，我周遭有许多的人，他们最后也决定回台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放不下他们家人。那第二个缺点就是便利性。在台湾有很多24小时的超商嘛，但是在荷兰啊，商店大部分6点就关了，只有少数的卖场会开到9点，但大部分的店家也会在周日休息。这点就跟在旁边的德国一样，就是如果你要买东西，你要买衣服、逛街好了，你就是一定要到周6去，不然就是要在周1到周5的上班时间去，你才能够买到你要逛的衣服啊之类的。另外一个惨痛的例子就是看医生，你一定要注册家医，你才能够看医生。如果你要看一些特殊的专科啊，你必须要有家医帮你转介到专科医生，你不能够直接跑到诊所，你还必须要先跟你的家医事先预约，你才能够看到你的家医。那通常这个预约时间都是1个礼拜之后，你才能够看到你的家医。想想看，你不舒服，你还要等1个礼拜，你才能够看到你的家医。这点跟台湾差超级的多。当然，如果是有紧急的情况，你还是会打电话叫救护车送急诊啊。但是在非紧急的情况，这真的就超级不方便的。下一个缺点，美食沙漠。我觉得身为台湾人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在台湾有超级多的美食，像是牛肉面、卤肉饭、小笼包、鸡排，随便讲都一大堆。但是在荷兰，我真的没有吃到任何好吃荷兰的美食。荷兰的特色食物像什么生飞鱼、焦糖煎饼、炸薯条，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随便一家路口的阳春面就吊打这些刚刚讲那些荷兰特色美食了。以我来讲啊，当我很想吃道地的亚洲料理的话，
我出去餐馆吃一餐最少要花台币1-2千块以上，真的超级贵。这就衔接到下一个缺点，人工相关的费用超级无敌的昂贵。去年我要请这个装潢师傅来帮我修家里面的窗户，因为它关不起来，它报价就是时薪1小时要50欧，这还是我比价之后相对便宜的哦，就是50欧大概是台币1700，吓死了。所以之后呢，家中任何的修缮，我们都会先找 YouTube 影片看，然后自学，非到真的万不得已，我们才会找人弄。再下一个缺点，税非常的高，存的钱非常的少。原因是因为荷兰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荷兰这个国家低收入的人口啊，他们的社会福利就会由相对高收入的人来负担。就我自己来说，我去年缴了快40% 的税，重点我并没有赚很多的钱，我就是一个普通小工程师的收入，而且我还是有外国人税务补助的情况。在荷兰呢，当你薪水超过一定的集聚之后，你的收入会扣税50%或以上。当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啊，我其实可以反而存比较多的钱，但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就看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只是我每次看到自己辛苦的劳动成果要被政府抽到快一半的税，我就觉得超级无奈，还是会想到台湾税很低，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个缺点就是在荷兰的冬天很容易下雨，温度又低到一个不可思议，所以又很容易下雪。在过去2个月啊，每天早上起床温度大概是-1到-3，所以我出门前要开车的话，我都要先把车上车窗的雪先刮一刮。以我一个亚热带国家过去的台湾人来讲，真的是冷到超级不舒服但是冬天以外的季节就超舒服的。在荷兰就是我们还蛮常就是出门骑脚踏车，或是在荷兰当地旅游。总的来说呢，我自己是觉得在荷兰工作有非常多的好处，那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挑战以及要适应的地方。当你决定到荷兰之前啊，建议你一定要深入了解你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以及评估清楚能不能够接受这些不方便。那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助你更全面的了解在荷兰工作的优点跟缺点。最后我要来征求一下，如果你是在荷兰的留学生，或是你在荷兰工作，愿意分享海外工作的生活感想，并且让我采访的话，欢迎寄信到我的信箱。那信箱我们会放在这个资讯栏。那我征到这个今年的3月底，就是2024年的3月底。以上就是这支影片内容，那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